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3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正在迈向数字极权主义这是一个研讨会那么我觉得这个研讨会开得非常的好，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另外我也讲一下众议院中国组众议院有一个中国组的这个出了一个报告那个报告很有分量，所以我今天也想跟大家说说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先向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么祝大家心想事成家庭幸福，好吗？好，我们先讲新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这是一个有分量的智囊机构那么他开了一个网络研讨会。那么当时小布什时代的国务卿叫莱斯我采访过他一个非常思维很严谨的一个女士她在开场，她做这个开场致辞，她说呢，科技是中立的，如何被使用才是关键。她讲管理科技的制度以及科技使用者的价值观决定了科技能否为人类增添福祉他说到这个基于这个原因，中国独裁政府控制了人工智能技术，格外令人担心然后有4位学者和专家然后在这研讨会上发言那么有几个我都觉得讲得非常的好。一个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这个科学家叫肖强这是个中国人。他说是这样，如果一个专制政府保留个人隐私数据，不仅可以用来控制，甚至鼓励或者是惩罚某些行为，这就是极权主义，这就是中国数极权主义他发明了一个词儿他提到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掌握着民众的隐私数据，然后再加上天网，再加上这个识别等人工智能，达到这个监控的目的，无疑是极权主义的开端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判断中国的这个社会信用体系非常厉害，它不仅是对信用我们讲信用通常是讲在这个财经领域，它其实不是，它已经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那么这个信用体系我觉得我们找时间来讲讲这个信用体系信用体系对中国民众的这种控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而且它就是一个，它直接不经过任何审判，直接就政府部门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个信用体系，不让你坐高铁，不让你坐飞机，不让你住酒店，都不让非常厉害这个东西那么这是一位叫肖强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纽约时报》的前记者他叫孟建国其实他是个老外他取了个中国名字叫孟建国叫 Paul Moser， 他叫 Paul Moser， 他被中国驱逐《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他这么说，他说中国政府在科技监控上仍然搭配大量的人力部署，集中在新疆、内蒙、这个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而不是上海等大城市。所以呢，中国政府的极权主义是有地域性的。他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粗糙版的极权主义，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扩展后的更高级的版本。然后另外一个美国记者叫贝舒颖贝舒颖他这么说，他说每个十字路口的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然后有一个叫一体化作战平台，给人感觉什么呢？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我想不到比这更集权的事情。贝舒颖说，他说虽然其他国家也有使用面部识别、人脸识别的技术来协助警方办案，但是
中国政府的政权属性以及当地公民的无力反抗，使得中国比大多数其他政府对人性造成的危害更大。这个判断是非常对的啊。国际人权组织叫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2019年发表一个报告，揭露中国政府在新疆对民众采用一个叫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那么大规模的收集和监控新疆民众的生活。这个平台呢，收集少数民族的个人数据，包括个人隐私、背景资料以及手机是否有特定的程序，或者甚至可以检测到你手机里面有没有翻墙工具啊。然后今年7月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发表一个报告，说这个中国正在利用它的技术崛起，发展数字独裁主义透过人工智能和生物识别等技术跟踪监控公民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美国的科技产业在这场人道灾难，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人道灾难在这场人道灾难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美国的科技公司从中国的监控产业初期就参与，提供组件、提供资金、提供技术，并从中获利美国有很多公司在干这种事情，而且都是大厂那么胡佛研究所有个研究员叫谭安 Tifford 他的中文名叫 Glenn Tifford， 他说过去40年当中，美国经济学界已经和中国经济界和学术界深度融合要发展应对中国的新制度非常困难就是说中国的美国的经济界跟学术界深度融合。贝舒颖也认为，他说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十分娴熟，世界各国已经无法限制他们的科技发展，加上中国是很多这个世界组织的成员，各国对他执行制裁或者恐怕效果没那么理想。他这么说，他说归根结底，把中国踢出世界舞台的成本非常高那么大家要扪心自问，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来阻止中国的这个数字极权主义？其实这个研讨会呢，把这个数字极权主义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关系到2点。第一点，中国的民众在这个数字极权主义之下，他们将生活的更加的被控制，就是控制的程度超出这个历史上最高的水平。就是说就是说数字极权主义，我们之前曾经做过一个专题讲，就是中共开始收紧对中国民众的人身控制。其实收紧对公民的人身控制就是数字极权主义的其中一个方面我觉得再加上信用征信系统等等各种系统，其实通过各种系统建立一个什么呢？建立这种数字极权主义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判断。当然在此之前蔡霞教授提出来说中共正在成为一个精致的集权政权，我觉得那也是一个精致化的这个集权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胡佛研究所能够出这样的研讨会，他们已经能够追踪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了。这跟早些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早些年的时候，美国的这些智库，美国的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还在沾沾自喜于找到某一个
找到某一个掌握了某一个中国大陆官方的某一个词汇，或者发现了某一个机构的特点，还在为此而沾沾自喜啊。那么你可以看胡佛研究所的这个研讨会已经能够追踪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件事情的发生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肯定是基于美国社会的需要。恩格斯说过，社会需要产生的动力会大过10所大学，这是肯定。胡佛研究所的成果是基于一种社会需要，而这种社会需要来自什么？来自一个民意，这跟我后面讲的这个报告也有关系啊。那么美国的政界他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到底怎么看待中国？昨天这个川普和这个拜登的总统大选的辩论会啊，我讲到说辩论会没有讲到中国议题，我觉得有点遗憾。那有网友提醒我说，后面会有这个专门针对外交问题的辩论啊，我期待啊。但是其实有一个问题啊，一直在在美国大选前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答案，就是川普如果连任，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是怎样？如果拜登胜了，那么拜登会采取什么样的外交对华政策？政策上面走多远，取决于什么？或者是他对中国政策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改变？它取决于什么？其实这个判断其实不复杂，这个判断就是它取决于现在美国国会和美国民意。美国民意跟美国国会的取向其实是有关联的，民意代表嘛，它反映的应该是民意。那么我们从后面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啊，这个端倪是什么？这个端倪就是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美国众议院有个叫中国工作组啊，这个中国工作组呢是由10几名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就是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成立的，5月7号成立，5月7号成立了一个叫中国工作组，他们在整理对中国问题的一些政策和看法。那么5月7号到9月30号啊，总共准备了这么长时间，4个多月的时间，他们拿出来一个报告啊，这个有400多页的，有100多页的报告，141页的报告，里面有100多个发现和400多项建议措施啊。这个工作组的主席叫麦考尔当天就致函这个众议院少数党就共和党，众议院是民主党是多数党啊，麦卡锡啊，然后就是分享这份报告啊，他说这份报告为国会和政府提供一个跨党派的行动蓝图啊，企图心还是很强的，很激进。那么这份报告今天他开了一个记者会啊，公布这份报告，然后我就讲一讲这份报告。这份报告是蛮有意思的东西啊。第一，定位，对中国的定位，那就中国的定位是这么定位啊，中共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了最大的长远的威胁。这是一划时代的斗争。这就是对中国的定位啊。然后他报告中建议他里面建议的大部分的这个立法建议，这个报告有很多立法建议啊。他说这份报告的立法建议大部分已经获得跨党派的支持，超过1/3的建议已经通过了众议院或者是参议院啊。然后这个麦卡锡啊，就是少数党领袖，众议院就是共和党的少数党的领袖，他这么说，他说
中共威胁已经不再是某些人的看法，而是美国政界的共识啊。美国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过度依赖于共产中国对他们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种觉醒已经超越了党派政治啊，这就是一个共识啊。那么这份报告呢，对中共的威胁有6大挑战，哪6大挑战？意识形态竞争、供应链、国家安全、技术、经济与能源、国家竞争力大挑战。那么迈克尔说，过去几十年，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共的威胁疏忽大意啊，新冠疫情终于让美国人清醒过来啊，这个故事听得很熟悉吧啊？他就讲了几个，第一个关于疫情其实是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说法的翻版。他说中国官员起初隐瞒疫情，导致病毒蔓延全球。中方这个囤积这个卫生用品、个人防护用品，威胁美国啊。中国对全世界隐瞒疫情，导致无数民众丧命。因此啊，他这么说啊，美国追究中方责任至关重要，收集事实也很重要。这正是中国工作组所做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啊，这是关于疫情。关于工业，他这么说，他说中共的工业目标之一就是成为特定新兴技术的全球领头羊，包括机器人、生物治疗、新材料科学等事关国防的前沿领域。中方提升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威胁了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的基础。美国工业减轻对中国的依赖非常关键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巩固美国医疗和国家安全供应链的建议，它有2条建议。第一个，加快美国关键医疗用品、原材料和疫苗的研发和生产，确保美国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改进矿产开发的行政审批手续，提升矿产加工水平，结束对中国的依赖，这是他的建议啊。然后反制中共的建议啊，意识形态上的、国家安全上的、竞争力上的啊，竞争力上的主要是增加基础研究的资金，10年内翻1倍。国家安全上是改进军队结构、军事战略、作战方案和采购，反制中共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的侵略行为。意识形态上是对维吾尔人的迫害，对香港抗议者的这个压制，宗教自由，还有这个强言移植等一系列的人权问题进行研判，是否构成种族灭绝啊？这是第4个，关于这个反制中共啊。第5个啊，第5个我估计是看我们的节目了啊。推动美国与台湾之间的贸易谈判。迈克尔说，启动双边贸易谈判已经纳入美国行政当局的考量，这是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宣示，有助于新冠病毒问题向中国追责。他这么说，他说这个问题大致上已经在他们视野当中啊。他们讲的是川普和他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啊。迈克尔说，我认为莱特希泽不会100%的同意，但是现在有很多方案，这是现在很多方案的其中一个。我认为由中国小组提出来会有相当的分量啊，大体上就是这样啊。这份报告呢，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份报告？其实核心的思想、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就是说其实它很能反映美国国会的其中一个取向啊。中国组呢是众议院中国工作组，是由这个共和党的议员5月7号成立的啊。
那么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定机构，它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呢？叫它跟那个它跟议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这种法定机构不一样啊。那些法定机构它是有调查、咨询和建议的权利的。那虽然那没有立法权啊，但是它是一些法定机构，比如说参议员的各种委员会等等啊。那么这个呢，他们这个中国组呢，其实算是一个党团啊，就是议会里面的一个党团，它不具有法定权利，但是呢，他们成立这个东西哈。你看，麦考尔是德州的议员啊，德州选上来的。他在2014年、2016年，他都分别大幅领先对手啊。然后呢，但是2018年就是共和党中期选举不利，麦考尔虽然赢了，但是他只领先4%啊，只领先4%。那么也就是说，他在当时是深红，你想领先28%，那肯定是深红。他领先4%呢，就变成摇摆区啊，摇摆区。那么对这个共和党来说，德州嘛，德州是共和党非常重要的一个票仓，38张选举人票啊，所以共和党在德州是不容有失的啊，输不起的。所以呢，德州就是麦考尔他们这一票啊，中青年的这个共和党的议员，他们就在中国议题上表现得很积极啊，比较积极。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叫什么？叫华盛顿共识啊，华盛顿共识。那么中国议题可以强化他们的这个政治地位，就是基于华盛顿共识啊。今天我跟大家解释华盛顿共识啊。那么他们在中国议题上面的能够帮助他们强化他们的政治地位，当然也是能够帮助这个川普保住德州这样的这个关键州的领先地位啊。所以，而且迈克尔他们这一批人都是10年、20年之后都会成为共和党下一代的领导啊。那么，所以他们对中美关系的这个未来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中国工作组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放大器啊，就让美国的选民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人，因为你想众院那么多议员，他看到他，那么而且这样的这党团呢，也可以利用他们这些议员，也可以利用这种党团的这个平台，帮助他们发声，帮助他们影响政策，所以作用绝对不可小看啊！所以这里面我们通过这份报告，我们可以看，就是说美国国会它的整体的氛围是怎样？他们整体的氛围是，这里面就是 BBC 他们整理了一个东西，叫6个 Q&A， 其中有一个 Q&A 讲的是什么？就是华盛顿共识到底有没有啊？就是现在在美国的政界有一个关于华盛顿共识的问题。什么叫华盛顿共识？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你可以看啊，美国国会一系列跟中国有关的议题，比如说台湾啊、新疆啊、这个香港啊，都是中国啊，这个对抗中国这个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坚定跨党派的议题，所以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罕见的立场非常统一，所以大家把这个对中共强硬、对中国强硬的这个跨党派议题叫什么呢？叫华盛顿共识啊。这个华盛顿共识到底有没有呢？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存在的，但是也有人觉得不就是有质疑啊。质疑在哪里呢？是这样，以这个对华的这个政治谱系，这个政治势力分，一派叫惩罚派，一派叫脱钩派，还有一派叫挽救派啊。那么
他们的政治取向并不完全一致啊。那么惩罚派就用强力、全方位惩罚中国啊，在贸易、在南海、在人权、在疫情对美国造成的威胁和损失全面追究，这就是惩罚派。惩罚派的代表是谁？惩罚派的代表就是蓬佩奥啊，蓬佩奥。这是第一个派啊。第二个派叫脱钩派，脱钩派谋求在技术、医疗、金融、安全等领域跟中国脱钩啊，缩减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啊，重新确定美国在相关领域的这个领导地位，这是脱钩派。脱钩派没那么强硬，但是脱钩派比较务实啊，就是说脱钩派会从更实际的领域啊进行一个更长远的部署啊，这是第二个脱钩派。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叫拯救派，拯救派就更务实啊，基本上是属于经济领域的承认他们承认中国仍然是美国商品的重要的出口市场，就是看着中国的市场，然后呢美国又非常的依赖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啊。那么虽然两国有分歧，但是也不妨碍双方在很多领域的合作。虽然中美关系回不到川普之前，但是呢也不是啊。这个拯救派呢说，中美关系也不是说只有冲突一个选项，这是拯救派啊。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是拯救派的声音最响啊，然后惩罚派的声音最响，就是蓬佩奥的声音最响，拯救派的声音最微弱啊，最微弱。然后呢，这个政策出的最多的是脱钩派啊，就是说脱钩派的政策最密集，惩罚派的声音最响，然后这个拯救派声音就听不到啊，听不到。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知道，华盛顿共识这件事情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管是川普还是拜登这两个人，任何一个人做下一任总统，他们的对华政策都不可能往回走，只能往前走。这代表什么？代表美国的政治取向、政治潮流，也代表美国的民意啊。政治潮流是来自于民意啊。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些分析啊，我们就不再说了。大体上是这个方向啊，这个方向，因为涉及到马上要进行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拜登和这个川普的辩论，所以我们把这个美国国会、美国政坛的一些情况跟大家报告一下，大家可以在看他们的辩论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背景能够知道啊。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这个我要跟说一下，财政部长姆努钦啊，财政部长姆努钦9月30号啊说如果 TikTok 和甲骨文的交易不能够 Oracle 啊不能够符合美国所有的国家安全的要求，就不能够继续在美国运作。姆努钦呢是一个比较有点像拯救派啊，姆努钦是有点像拯救派啊。那么他在 CNBC 投资人会议上说这个 TikTok 与 Oracle 达成的交易不能以符合美国国家安全要求的条件完成，包括在美国持有代码。那么这个 TikTok 呢将会被关闭。他这么说，他说所有的代码必须留在美国，甲骨文将负责重建代码，净化这个代码，确保这个代码在云端是安全的，而且这个交易将满足我们的所有的要求。听见这个话吗？之前有很多人讲很多个选项，很多个可能性，其实都指向一个，就是 TikTok 继续保持他们的算法，这个算法不会给美国人看，
你看母努钦的话讲的是什么？我不仅要你的算法，我都要你把你的得把你的所有的代码放到美国，而且交给我，而且我要对这个代码进行净化。哎，这个美国的，所以你可以看什么意思？我觉得，美国的方面的想法啊，你可以看，法庭又延长啊，然后这个微信那边又是法庭又延长啊，为什么美国政府会连这个都没准备好呢？我觉得这个官司好像打的美国政府在打这官司的当中，好像非常的准备不足。后来我也想了一下，是不是川普总统本身就想这样啊？就是不想在这个大选之前让这件事情发生，法庭要判就让他判吧。我估计可能会不是这个想法啊，我猜测啊，否则的话，这个官司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两个官司都输掉，你说这没法弄，真的是啊。这是一件啊，这是一件。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凯利·克拉夫特 啊 ，Carrie Craft 大使9月29号在发推特啊，他说什么呢？世界需要台湾在联合国的全面参与，特别是涉及到公共卫生和经济发展相关议题的时候，尤其如此。Craft 9月16号曾经和台北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叫李光章共进午餐啊，那张照片很流行啊。Craft 称这是历史性的会议，是川普政府加强与台湾联系的又一举措。75届联合国大会现在正在纽约举行，美国、台湾、日本这个时候在纽约举办了一个叫什么呢？叫这个全球合作技训练架构啊，叫 GCTF， 就是通过 PPP 来推动国际发展的一个活动。Craft 9月29号在这个活动上发表视频讲话，他说啊，台湾是一股良善力量，世界需要台湾充分参与到联合国体系当中，没有台湾充分参与的联合国是欺骗世界。他说台湾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川普总统，以及一个支持台湾扮演国际角色的政府啊。Craft 说这就是川普政府与台湾和日本在全球合作与培训框架中合作的原因。Craft 认为台湾理应拥有一个最高平台，在这里它可以分享在数据科学、医疗技术和尖端通信方面的非凡创新与专业知识。看到吗？美国在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重返国际组织方面的力量非常大啊，这非常的大。这就是我们之前分析啊，美国比台湾方面更进取啊。网络出问题，看得到吗？大家？啊 ，OK。美国方面比台湾方面更进取，但是台湾方面有一点困难，就是台湾在整合岛内的共识方面还没有完成啊。那么，所以台湾方面还没准备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美国、台湾这3方面在这个角力方面会有一些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进展会更明显，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OK？ 好，我们今天这个议题呢就比较长啊，那么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明谢，
杭阳，谢谢。西凤，谢谢。祝王先生中秋节快乐，翻墙多年，感谢有你。谢谢西凤啊。W Mickey，谢谢，中秋节快乐啊。Mike 猪，谢谢。我就全部都不读了啊，因为时间有点不大够了啊。王卫，谢谢啊。反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中秋节快乐吧，好不好啊？我一次性读完了。王卫，谢谢。George Wu， 谢谢。杨玲玲，谢谢。Kiki， 谢谢。Hong Pang， 谢谢。Michelle 刘，谢谢。TT， 谢谢。Chloe， 谢谢。清韵，谢谢。捞一捞，谢谢。我们中秋节，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啊。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网友都能够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跟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中国人很讲这种团圆的意头啊。那么在一起是一个家庭的价值啊，所以我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讲到这一点。我希望我们的网友，特别是在海外的网友，和你们的家人在一起，好吗？姥姥王，谢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谢谢。提问：王先生说过，中共国家特征不明显，请问国家特征到底指什么？可以理解为中共执政目标不明确导致的吗？国家特征其实就很多了。当然，国家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宪法。宪法是什么？宪法就是契约、约章，就是所有的人啊，在这个跟有一个约章，就是说政府和人民，这宪法核心的对象其实就是政府和人民签订一个约章啊，签订一个契约啊，然后界定什么呢？界定政府的权利，界定人民的权利，界定大家权利的边界，界定双方行为的规范，就是宪法。就是宪法是一个国家特征的最根本的特征啊，这是一个特征。然后由宪法延伸到我们社会的每一个环节当中，它体现的是3样东西。第一个就是价值观，就是说国家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国家的制度啊，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制度。那么国家制度必须是个稳定的制度，因为你国家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千千万万的政府啊，千千万万的各种组织啊，所以它一定要有制度，而且它需要一个稳定的制度。你不能够这个今天跟明天不一样，那不行啊！一个国家的制度要非常的稳定啊，这是第二个。当然，它需要与时俱进，与时俱进也本身就要有制度，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是价值观，第二个是制度，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家这个行为的一些规范，就是制度是写在纸上的，行为规范是什么？行为规范就是没有写出来的啊，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就是国家特征啊。很多东西行为规范啊，这些行为规范，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见面应该行礼呀？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距离呀？我们是不是应该讲话的时候应该怎么讲话啊？跟别人待人接物该怎么样？这都是国家特征。这都是一个国家的特征的一个部分啊。那么中国的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讲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特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它不明显啊？就是说中共建政之后，它原来是个革命党。理论上他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建立一个国家之后，他应该就由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一个执政党。革命党跟执政党之间的区别是什么？革命党是不受约束的使用暴力啊，就是说
我要夺取政权，中共就崇尚暴力啊，我要夺取政权，就是我不受约束的使用暴力，因为我目的就是我目的是要夺取政权，那么所以中共就不受约束的使用暴力是革命党的特点啊，根本属性。那你变成一个执政党之后，你就不能够不受约束的使用暴力，你就要控制你的暴力，你就要你的暴力必须在你的制度之下使用，所以你必须有所建立一个宪法约束你的暴力，约束你的暴力行为，约束你的力量，然后跟人民有一个契约，然后你要遵守这个契约，你这国家才能运行得好。但是中共想的什么？但是你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当你建立一个国家有一个遵守自己的宪法的时候，中共的权力就被约束了，他就不想，他又一方面呢，他又想让这个国家运行得好，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不想让自己的权力受到约束，于是呢，他就假装他搞了一个宪法，假装这个国家的东西他都有，但是呢，他不受约束的暴力呢，他继续实行，继续执行他不受约束的暴力，所以他就没有成为一个执政党，他还是个革命党，他就仍然继续不受约束的使用他的暴力。这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他建立这个所谓的共和国呢，他的国家特征就不明显了，因为他的权力不受约束啊。那这就像你搭的房子一样，你革命党的时候是拆边的房子，你拆边的房子你使用乒乓砸你没关系，你自己再搭好的一个房子，你自己在里面乒哐啷的打，这个房子就不成样子了。当他不成样子的时候，我们讲他的国家特征就不明显，就不像一个房子，因为他自己在里面不受约束的乱砸乱砍，就这个原因啊，根本原因是这个啊。观点：这种数字集权带来的高效的社会管理模式，是所有政府所渴望的。某种程度上，当前的中国就是集权统治实验田，提供了其中绝大多数科技的美国，如未来的走向晦暗不明。正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谁能保证假以时日，美国的民主制度不会被侵蚀？你怎么？如果一个民主的制度啊，像你所说的这样了啊，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一想，美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宪法，它的宪法，它是一个被执行的宪法。当它是一个被执行的宪法，你说的这件事情在美国，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我经常听到有中国人跟我讲说川普如果继续执政的话，他会变成一个独裁者。我就经常问我的问题是，他怎么个独裁法呢？美国有宪法在内，美国总统的权力是受宪法约束的，他怎么能独裁呢？啊，他安排了一个这个大法官，但我也看不出来那个大法官就会让他变成一个独裁者。所以其实呢，就是我不觉得这件事情这么容易就发生了啊！你可以看一下，当然我们有一个例子是什么？我们有个例子是纳粹啊，纳粹是在一个民主制度下长出来的一个集权政权。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纳粹在一个民主政体上长出来的独裁政权，它是有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啊。你现在可以看，在当今世界有多少个民主国家长出了集权政权来？我是没看到啊，我没看到啊。所以谁能保证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我不能保证啊，我不能保证。但是你怎么去实现，把那路径找出来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观点：关于美国大选，王老师，您曾经认为，即使拜登上台，也一样会持续脱钩和反共的政策。不少人也这么认为，但我认为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拜登代表的左派势力对美国的戕害，只怕是拜登没搞垮中共，先把美国搞垮了。同样的道理，我就觉得，为什么中国人对美国这么就是说，美国那么容易被搞垮吗？就或者我们反过来讲，美国总统像中共的总书记那么大的权力吗？把美国说搞垮就搞垮了？这个我不同意，我不能同意这一点啊。至于说我认为，我没有说过拜登上台之后一样会持续脱钩和反共政策，我没这么说过啊，原话没这么讲过。我认为的是什么？就像我今天讲的一样，对中共强硬啊，这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其实代表了美国的民意，也就是说，美国的政坛对中共强硬，这是一个共识。不管是谁上台啊，不管是谁上台，他都会在这个条件下去执行对华政策，这是一个背景。他会不会往左边跑或者往右边跑？会的，都有可能。但是他跑不出这个大框架来。我的观点是这个啊，我重新表述一个啊。然后我不喜欢，一般我不评论啊，就是说中国人喜欢给人贴标签啊，这个人是左派，这个人是右派，左派怎么样，右派怎么样，所以他的这个观点是对的，那个观点是不对的。这个人破坏美国，我基本上我都不同意啊！我只看政策，我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啊，我基本上不管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我只看政策。当然，这些不同的党派，它的政策有延续性，但是你不能因为延续性，所以你就把所有的政策全部归成一类，那是不对的。每个政策都有不同的取向，有不同的效果。所以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是没有左派还是右派啊，所以我不同意这些，我对这种观点我都不同意好吗？观点：同意拜登和川普都会斗服中国，但谁是下任总统会有很大的分别，因为总统有行政权和外交权，怎么执法有很多的选择权，那当然那是肯定的，毫无疑问。观点：好制度的国家是富人不会不恐惧，穷人能看到希望。孙立平说：“看那个国家制度好有两条，一是人都去哪里，二看钱去了哪里。” OK，Peter 观点：萧强创办的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是很好的独立思考的网站，它记录了大陆内部发出的竞调的声音，是多角度的事实。非常好，大家有空去搜一下。情绪：这两天趁着调休自驾游，昨天刚看完王老师那期冻结外贸企业账户的视频，我们租的车就在西藏被扣了，交了1万块钱罚款，理由是租赁车辆不能进入西藏，故依法扣留，交1万才放行。听到依法2个字，真想问候他全家。你可以去问候一下啊。情况：我今年8月自驾游去青海，也被罚了5000，在交警大队消耗了近1天的时间，到处都是宰客的，旅游体验极差，近1-2年不打算旅游了。情况：各种报道川普税的问题，其实在美国交税上川普税应该没有问题，公司足够大的话，购买产品和商品可以直接当扣税。川普的税的问题是基于《纽约时报》的报道啊，我不相信，我老实讲，我对这个报道呢，我是有一些看法啊，就是说，在辩论会之前，《纽约时报》把这个新闻报出来，你一看这个报道就知道，这肯定不是一个即时性的新闻啊，这是肯定已经准备好很久的题目啊。那么这个时候报出来肯定是有
政治用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一点都不相信美国财政部会，如果川普当了这么长时间的总统，美国财政部不好好的调查一下川普他们公司税的问题，那不见鬼了吗？你想想看啊，如果他能够偷税漏税啊，肯定如果他有偷税漏税的任何的可能性，1毛钱，我认为美国的川普的政敌都不会放过他的，所以我不觉得他的这个税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早就捅出来了啊，所以为什么纽约时报只是讲到750块钱，他其实没有质疑川普有偷税漏税的问题啊，他只是说他交了750块钱。大家知道长江实业交多少钱吗？交多少钱的税吗？差不多，不比川普多啊。但是一个企业在一个地方运行，它交税多少，它其实跟它的税务策略是有关系的啊。他可能在交税之前，他已经把一大笔钱捐给了慈善机构，他就用于抵扣税务，他有很多的安排。其实一个企业在一个地方运行，它本身就是贡献，因为它其实有很多税都已经交过了。大家讲他交税是交所得税啊，但是其实他有很多税他都交了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老实讲，我不觉得川普会有很多的问题啊。纽约时报这个时候把这个题目拿出来，是为了影响选举啊。观点：中共的防火墙的技术都是美国公司为了赚钱帮忙建设的，当时有4家美国高科技公司深度参与其中，竟然没有一家受到惩罚。现在数字集权大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数字监控和大数据、人工智能参与人类社会的统治。请问王老师，数字集权在中国完成统治后，会不会推向全世界，包括民主国家？因为一旦完成数字独裁，民众会不会无力反抗？非常好的问题。所有的民主国家的民众都要警惕这一点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什么1984这些东西出来？原因就是要警惕，就是要警惕政府做这种动作啊，非常正确。观点：只要是集权，就是不符合社会经济规律的，就是必然崩溃的，不然规律还叫规律吗？中国近2000年历史已经证明，古代生产力低下，集权无法维持300年。苏共和中共的历史证明，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如果没有外界技术资金支持，集权无法维持70年。只要外国撤走资金技术，中共崩溃不会超过5年。英国智库ZEN 集团等公布的国际金融中心指数9月份调查显示，东京比上次调查下降了1个位次，退居世界第4。上次排在第4的上海上升到第3，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王老师怎么看？这个研集团呢，就是跟中国关系很密切，他跟深圳的综合开发研究院有合资，所以他的调查报告我一点都不相信，大家不用看啊。你想一下，上海是一个有外汇管制的一个城市，它的金融中心指数，国际金融中心指数能够比东京高，你不疯了吗？外汇管制是什么？外汇管制就是资本管制啊，资本管制的一个所谓的金融中心，它有资本管制，你金融中心是什么鬼啊？所以这个不靠谱啊。提问：之前某期与华为有关的节目中，看出王先生对华为某些精英人士的惋惜之情。在墙内人看来，他们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中国民主文明的进步。请问：一，他们的品行对得起精英的称号吗？墙内人应该怎么看他们？二，
精英人士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有哪些？谢谢。当然，我们把这个调门尽量的往高拉，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怎么说都可以啊。当然，这个可以这样讲，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世界不是铁板一块啊。每个人去做一件事情，他背后的动机是不同的，或者是在这个机构里面，华为有18万人。你的意思就是说，这18万人都是华为的帮凶？我不同意啊，这不符合事实啊，这是第一。第二，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当然，有一些核心的人，权力中心的人，他知道为什么，他也知道什么原因，他也知道后果是什么，他仍然在做。我觉得这些人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华为的大部分的员工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虽然在具体的执行当中是有很多的状况他们是知道的，但有些人他们也能够推测到背后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你就因此去要求他承担华为的责任，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华为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才啊，他们抱着他们去华为，并不是说他要去害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是要报效祖国去华为的，或者他要施展自己的才华回报社会的，他们是抱着这种心情去华为的。华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么进华为的。而且华为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华为是进去以后先洗脑的机构，所以他们有责任吗？他们当然有责任，但是让他们去承担这个主要的责任，我觉得你这么样去评价他们是不公平的啊！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啊。情绪，我是做投资指导的，从9月开始，客户的投资出现了变化，变得特别谨慎。操作频率也变小，本来很疑惑不解到底出了什么状况，直到我看到王老师您上几期节目才知道被国家调查控制了，感觉中国的金融环境越来越恶劣，看来需要有备用选项，最坏的打算只能去考公务员，心情有点沉重。为什么要去考公务员？没有别的吗？有更多的选项吧？你说呢？情况，王老师给您报告个情况：央行通知房地产调控情况纳入 MPA 考核，即日起房地产按揭贷款一律不得新增，房贷要停了。MPA 考核房贷调控放进去。MPA， 这个我看一下，我再来跟大家报告好吗？情况，王老师好，我在一家军工背景的大学昨天学院开始统计所有人的宗教信仰，而且上面要求班长必须通过微信电话统计，不能有任何文字记录。这种暗地里对大学生的宗教信仰排查，这难道不是新疆压迫宗教自由的泛化吗？是的。观点，左右派其实还是有意义的，政策的推出跟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同一政策左右派的解读也不一样，没有全对全错的政策。左右派当然有意义左右派当然有意义，左右派对于一个人的分析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不觉得我们上来要给别人贴上标签，然后就用这个标签去判断他的行为，就是我认为不能够先入为主其实我讲的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科技的发展其实是会助长集权的生长，人的心智越来越依赖科技容易被操纵的观点。我的意思，人的心智依赖科技容易被操纵的观点。
人的心智什么都会依赖，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说呢？就说一个人，你要么依赖科技，要么依赖点别的，要么另外依赖另外一个人，或者要么依赖一个组织。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他被操纵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科技啊。观点：印度是民主社会，但是印度一团糟。你从哪里知道别人是一团糟？你是不是看的大陆媒体印度一团糟啊？我就不读下去了，好吗？你先把这个情况搞清楚，好吗？如果你确定你了解印度，你才能出来说，好不好啊？印度一团糟，你就看这个流浪者之歌时代吧啊！提问王老师，我想问个和前2天有关的问题：恒大这次求救是故意公开化吗？我觉得以恒大的手腕，就算不搞得满世界都知道，应该也能够私下摆平这次危机才对。如果能私下摆平的话，他为什么会捅出来呢？捅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恒大自己干的啊，但是这件事情肯定是捅出来了，对吗？所以如果他私底下能摆平的话，这件事情捅不出来啊，你说是不是？对吧？如果我有头发，我愿意光头嘛？我有头发，我肯定不愿意光头嘛，是不是？除非我愿意要做一个光头的造型，对吧？你说呢？是不是这样？情况：中美之争将是21世纪的大戏，这场博弈涉及从意识形态、价值观到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的方方面面。从冷战的历史和结局来看，这场新冷战有可能持续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看到最终的胜负。相信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由民主制度最终将胜利，但博弈的过程不会简单，需要付出的代价也不可能不小。相信前面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同时胜利也是必然。我同意这个理论啊，但是中间涉及的一些变化，要半个世纪那么久啊，这超出了我的，我没有想过这个有50年、半个世纪这么长时间啊。我觉得，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所有的人都要做好心理准备啊。这是中共肯定不是那么虚弱，一革职就死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支持的啊。但是到底有多长时间不好说啊。情况：天津的农村地区又禁止居民出市了，返乡又得隔离，加之昨天旅游板块暴跌，估计是第2波武肺疫情再起。OK， 明谢 Daniel 梁，谢谢雪团 Snowball， 谢谢 Oliver H， 谢谢虾比比，谢谢 Gloria 梁，谢谢 David Yu， 谢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那么，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